过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欧盟好不好？因为呢，川普在就职之后呢，他当然先在记者会先点名了加拿大跟墨西哥，然后隔一下下，然后呢再点名的是中国大陆，然后再隔一下下点名的是欧盟哈。那么欧盟其实内部是有警觉到川普回来对于欧盟的冲击，所以冯德莱恩就是在那一个冬季达沃斯论坛当中演讲的时候呢，他提到了严酷的竞争新时代来临。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也要跟中国建设性接触。我今天特别引用的这一个是德国之声的文章，德国之声揭露冯德莱恩的文字，而且是他们下的标题，因为我不太相信中文体系里头所下的标题。那么冯德莱恩这个要跟中国建设性接触，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说法。他在演说当中提到14次的中国，当然里面有好有坏，好，可是提建设性接触，这恐怕是他过去这几年永远不会使用的词，代表的是什么？那当然，这个我们看到马克宏呢也警告说，欧洲你不能够只仰赖美国武器，但是大家问说，所以我们能仰赖你法国武器吗？而波兰这边呢，开始先响应了，说我们愿意让整个的军费提高到 GDP 的5%。欧盟要如何的应对川普2.0？郑亮，冯德莱恩，我认为他就是民主党的建制派，所以他这个就是在跟川普叫板。他说我有中国牌，但中国想要变成他的牌吗？当然没有啊。欧盟我认为要作为一个集体的有效的决策单位，那根本是做梦啊！对中国来讲，他可能对2月产生的新的德国政府更有兴趣了，因为这比较直接嘛，而且他作为一个这个完全主权的国家，他的决策比较一致嘛，欧盟太分裂了啦，他有亲美派，有亲俄派，有欧洲独立派，你怎么整合？那你如果真的要做，那中欧投资协定拿回来议一议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都是空话了，那波兰当然有底气啊，因为波兰的国防预算现在就已经4.3了，它是最接近的嘛。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了。是啊，那他本来就有大陆军思想啊，他要把他的军队从25万增加到50万啊，那你也不要低估波兰的野心啊，他在历史上常常有奇怪的大野心啊，所以造成3次被瓜分啊。可是他这种奇怪的大野心的习惯还是没有掉啊。他当然想要趁机会把乌西的一些东西要回来啊。那欧盟我认为川普一定会瞌睡，因为他贸易顺差排第2啊。那中国大陆因为比较复杂，虽然他贸易顺差排第1，可是因为美国有很多问题要跟中国谈，那欧盟没有筹码，因为欧盟不团结，所以我认为川普对欧盟的20%一定会喊出来，一定会喊出来，那就是逼你要做内部调整，这跟对加拿大也是一样。可是欧盟又没办法内部调整，所以我在跟你讲啊，今年的经济危机，你说股票会不会崩啊？我刚刚是不想讲啊。不一定是美国造成的啦，不一定是美国的股市，或者是美国的经济，可是是别的国家造成，然后外溢到你美国了，这个当然是有可能的啊，因为有的国家是没有办法承受20%的关税的啦，所以他一定会出状况了。好，所以欧洲派，叶倩怎么看？我认为欧盟已经错失了中国大陆给他的黄金时间了，他已经错过了。在去年2024年，中国大陆的外交政策的重点都放在欧洲，都是个别国家了。对，他本来是以欧盟为主，希望把欧盟就支持欧盟成为一个多极体系中的一极，对，能够有独立的战略思维。然后站在欧洲人的地缘政治的立场来思考问题，不要去当美国人的附随组织。这个是中方已经是一以贯之的一个政策，走了很多年，而且也一直在支撑欧洲我讲是欧洲，不是欧洲个别国家，一直在支撑欧洲做这件事，而且也在鼓励欧洲的大国，像法国啦、德国啦、西班牙、意大利等
这些欧洲的大国扮演一个负责任的角色，把欧盟撑起来。但是很遗憾的，我们看到了在拜登这4年内欧盟本身冯德莱恩他成为美国的一个追随者后来你也看到了吕特他去接北约的时候，也成为把北约里面的很大部分的欧洲的国家也都带去成为美国的军事的附随组织。那更不用讲前任的这个斯托登伯格他本身更是如此。可是问题是在于，除了这个以外，大国的德国的外交部长跟也是完全追随美国，而且全部的整个欧盟，除了法国走独立自主以外，其他的大国几乎都转过来对中国，以德国为首，然后波兰，还有就是波罗的海3国等等，他们一直对中国。我觉得到今年2024年，中国的外交政策的重点不会放在欧洲了。今年2025年，对，2025年中国大陆外交政策重点不会放在欧盟了。那现在川普上来了以后，他反打欧盟的情形下，我个人倒是观察，我也建议了，中国大陆就让子弹飞一阵子，让美国的关税对于欧盟砍杀2、3刀，然后再来看看冯德莱恩有没有这个底气反砍美国，让他们2个体系相互砍一下。那中国大陆该怎么做呢？我的建议是，中国大陆按照它的步调，所谓的步调就是说，你对我的汽车关税没有解除之前，我对于你的反倾销税的调查跟反倾销的课税，我不会停止脚步。所以对白兰地继续课税，然后对于猪肉调查尽快把它完成，乳酪制品的调查把它完成，完成了以后确定有这个反倾销的行为，就对于欧洲的猪肉、乳酪制品还有牛肉，因为牛肉也启动调查了，也都课予关税。这个对于法国、西班牙影响很大。对，接着就对于红酒，再对于工业制品，再对于因为本来就对于3.0以上的这个排气量的大车子，这个对德国影响最大嘛，3000cc，对，3000cc的也一样课关税。我认为大陆就让子弹飞一阵子，然后呢，继续按部就班的一直课关税课予反倾销税，一直到欧盟主动的把它的这个对于中国的电动车的不公平的课税，还有歧视性的行为拿走。你欧盟没有拿走之前，我觉得中国大陆根本不要松手，继续打下去。为什么？因为欧盟我已经给你一次机会，让你独立自主，但是结果你变成美国的附随组织来打我，那我已经看透你这个组织了。我如果是大陆的智囊的话，我一定会做一个建议，就裂解它嘛。就把欧盟裂解了，因为欧盟裂解以后，个别的国家好处理了。川普也是希望裂解欧盟的。